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能让双眼保持年轻的小秘密。随着年龄增长，许多人发现曾经清晰的文字开始变得模糊，拿报纸时越拿越远，手机字体调到最大依然吃力，看东西总要眯起眼睛。没错，老花眼正悄悄找上门来。40多岁开始，不少人就发现近距离视物困难，眼睛干涩酸痛，有时还伴随头晕目眩。更麻烦的是，老花眼往往一年比一年加重，45岁时可能需要100度的老花镜，55岁时增长到200度，60岁时甚至达到250到300度左右。到了这个程度，看个说明书都要费劲了。很多人以为过了60岁度数就稳定，不再恶化，但老花眼带来的生活困扰却在持续，每天阅读都变成挑战，连做饭看菜谱、手机支付都离不开眼镜。您是不是也有同感呢？其实，老花眼几乎是每个人都逃不过的关卡。有报告指出，在我们国家35岁以上的人群中，有超过一半的人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的老花问题。到52岁以上时，老花眼的发生率接近100%，也就是说，几乎人人都会面临这场视力考验。在人生下半场，本该是大显身手的黄金岁月，却因为眼睛昏花而感到力不从心，不得不频繁拿起老花镜。很多中年朋友因此苦恼不已。更严重的是，不少人误以为老花眼只是自然现象，选择忍耐忽视，结果可能带来其他健康隐患。长期视物不清、用眼过度，可能加速白内障、青光眼等眼部疾病的到来。眼睛疲劳酸痛还可能引发头痛失眠，让人精神不振。由于视觉退化，许多日常活动受到限制，一些人甚至因此减少外出和交流，生活品质直线下降。可见，小小老花眼其实对生活影响不小。那么，我们能对抗这个几乎注定的视力难题吗？难道岁月带走的清晰视力就真的无法夺回吗？现代医学告诉我们，老花眼的成因其实很简单，眼球里的晶状体随着年龄增长变硬变厚，好比一块原本柔软有弹性的橡胶，随时间变脆，导致它调节焦距的能力下降。同时，调节晶状体的睫状肌也在老化，就像相机的对焦环生锈了一样，结果就是看近处对不上焦。我们常说眼睛老花，其实就是眼睛的对焦系统老化了。按照西医的观点，这种年龄相关的退化几乎无法避免，目前也没有什么特效药能让硬化的晶状体变年轻。大多数人只能透过佩戴老花眼镜来帮助看清近物，或是干脆接受老花的现实，能不看就不看。然而，戴上老花镜只是矫正了视力，并不能真正改善眼睛的状况，反而很多人因此更依赖眼镜，久而久之，调节能力进一步退化。有人可能好奇，年轻时近视的人，老了是不是不会老花？可惜，近视眼并不等于不会老花，只是表面上他们看近处不用再戴近视镜，但依然需要拿下眼镜或换成老花镜来辅助。总之，从科学角度看，老花眼几乎是人体的必经之路。目前主流的解决方案也仅限于戴镜子或者做白内障手术时，顺便更换人工晶体来改善。所以很多人感叹，眼睛老了就是老了。难道我们真的只能被动接受视力衰退吗？有没有办法让我们的双眼保持年轻、延缓甚至改善这种老化呢？别急，祖先的智慧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。在中国传统医学里，早在2000多年前的典籍中就有对老花眼的记载和理解。古人称老花眼为眼昏花，认为它并不仅仅是眼睛本身的问题，而是五脏六腑精气衰退的结果。黄帝内经有句话大意是，人到40岁，阴气自半，50岁肝气始衰，目不明。意思是说，人过中年后，脏腑功能渐渐走下坡路，肝肾精血不足，眼睛得不到充分滋养，自然视物不清。中医还有肝开窍于目的说法，认为肝血充足则双目有神，反之肝血亏虚则两眼昏花。此外，肾主骨生髓，眼属于神光之亏，肾精不足时，眼睛也容易老化。听起来颇具玄妙，但简单来说，中医把视力衰退看作全身衰老的一部分，眼睛昏花正是身体内在机能老化的外在表现。因此，应对老花眼不能仅仅头痛医头，
眼痛医眼，而是要从调理脏腑、补益精气入手，同时活络经络，促进眼部的气血循环，才能让双眼重新焕发活力。这种整体观念与西医局部矫正的思路截然不同，或许也因此，中医发展出一套独特的方法来延缓眼睛的衰老。说到这里，就要揭晓我们今天的主角了。在中医的穴位宝库中，头顶有一个号称不老穴的秘密穴位，传说只要每天适当拍打刺激1分钟，就能振奋阳气，滋养双目，让眼睛不花一直用到老。是不是听起来很神奇？这个不老穴的真名其实叫承光穴，名字就透出玄机。承有承接、承受之意，光指光明、阳气，顾名思义，承光穴就是承接光明之处，仿佛专门接受阳气、光亮来滋养我们的眼睛。它的位置在头部前额发际上方，约在前发际正中直上2寸半，再向左右旁开各1寸半的地方，一左一右，对应我们左右眼睛的经络。这个穴位属于足太阳膀胱经络，而膀胱经的起点正是我们眼角内侧的睛明穴，然后经络一路上行过头顶。所以从经络路线来看，承光穴和眼睛确实有直接的连结，经络通，眼目明。中医典籍记载，刺激承光穴有清热明目、疏风散郁的作用，历代医家也常用它来治疗视物昏花、眼睛翳膜、头痛目眩等症状。可以说，承光穴就像人体头顶的一个护眼开关，平日不声不响的潜藏着，但只要适当按一按、拍一拍，就能打开眼睛的清明之窗，把气血和营养送上去，滋养眼球。难怪现代很多养生专家称它为不老穴，意思是经常刺激这个穴位，能够帮助我们延缓眼睛的衰老，让双眼保持年轻状态。或许此时您会怀疑，真有这么神吗？每天拍拍头顶就能让老花眼不见了？别急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如何正确找到并刺激这个神奇的不老穴。首先，我们需要确认承光穴的位置，提供一个简单的寻穴方法。正对着镜子，四指并拢，中指贴着鼻梁向上抬，手指插入头发里。当中指根刚好抵住前额发际时，您会发现此时小指尖和食指第一指节所碰到的头皮点，就是左右两侧的承光穴。用手指按压那两处，可能会感到微微酸胀，这说明穴位找对了。定位好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拍打来刺激它。步骤非常简单，热手暖穴，先将双手手掌互相摩擦，搓至微微发热。暖手的目的是让手心带点温度，刺激穴位时更舒适，也避免人手突然拍打让头皮不适。双手对穴，张开手掌，以两手掌心对准左右承光穴的位置。由于承光穴大约在前额上方两侧，手掌盖上去能够很好的覆盖住穴位。确定好手掌的位置后，就准备进行拍打。轻柔拍击，手掌微微窝成弧形，以柔和的力度轻轻拍打头皮。拍打的节奏可以采用啪啪停、啪啪停，这样2下或3下连续的节奏，仿佛敲鼓一样有节律。拍打时力道以头皮感到舒适为宜，不需要过度用力，更不是越疼效果越好。千万别像捶背那样猛捶头顶，轻轻的、有弹性的拍击最恰当。持续时间每次拍打约1到2分钟即可。您可以闭上眼睛，一边拍一边深呼吸，感觉震动透过头皮传入颅内，仿佛一股清凉的气流直冲脑门，眼睛十分放松舒畅。就是这样简单的4个步骤，每天抽出区1分钟拍打承光穴，就像给眼睛做保养一样。很多尝试过的人反映，坚持拍打约2周左右，就明显感到眼睛酸胀疲劳的情况减轻了，视物模糊的状况有所改善。长期坚持下去，阅读报纸时能多看一会儿，不觉得累了。有些人甚至发现原本需要戴的老花镜度数减弱了，晚间看东西也清楚亮堂了许多。这其中的奥秘何在呢？中医解释说，拍打承光穴可以疏通头部经络，引阳气上升，促进气血上达眼目。通俗一点说，这个动作就像给眼睛打气充能。我们的头部是诸阳经汇聚之处，经常敲打头顶能够振奋精神，醒脑明目。同时拍打的震动会扩张头皮下的微血管，增加眼部的血液供应，改善晶状体和视网膜的营养状况。难怪古人形容承光穴受刺激时，
使气血上溶于目，意思就是血液源源不绝地运送到眼睛，让因衰老而干瘪的黄花老眼重新滋润起来。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给即将枯萎的花草浇了一场甘霖，虽然无法让60多岁的眼睛回到18岁的状态，但至少可以延缓它继续恶化，甚至恢复一部分功能。对于已经出现老花的人来说，拍打晨光穴能有效缓解疲劳，减轻不适，让日常用眼变得轻松。而对于尚未明显老花的人来说，提前按摩这个不老穴更是一种未雨绸缪的保养，有助于推迟老花眼的到来。这样一个简单的小方法，贵在坚持，日积月累就能看到令人惊喜的变化。当然，任何保健方法都需要注意科学适度。我们在拍打晨光穴时，有几点注意事项要提醒大家。首先，力度一定要适中。有些朋友心急，恨不得用力猛敲，敲出效果来。但事实上，拍打讲求柔和渗透的感觉，过度用力反而可能把头皮敲肿，刺激过度，适得其反。以拍完后头皮微微发热、充血，自己感觉舒适放松为准，而不要敲到痛疼难忍。其次，选择合适的时机，不要在极度疲劳或空腹状态下拍打头顶，因为这时身体能量不足，突然刺激可能引起头晕不适。最好是在每日清晨起床后，或者晚上临睡前，找一个放松的时刻进行拍打。清晨拍一拍，可以唤醒精神，为眼睛一天的工作做好准备。夜晚拍一拍，能舒缓一天用眼的疲劳，祝您睡个好觉。再次，切勿对晨光穴施行艾灸。有些熟悉中医理疗的人可能知道艾灸温补经络的好处，但晨光穴位处头皮过度的热力反而可能伤阴，蒸发头部的津液，不利于眼睛保养。所以对待不老穴，用拍打或指按的方式即可，不建议艾灸。最后，如果您有严重的高血压或其他头部疾病，在进行任何头部按摩前，也请咨询医生意见，以免发生意外。总的来说，拍打不老穴这方法非常温和安全，大多数人都适用，但注意细节才能事半功倍。除了拍打晨光穴，其实还有一些日常小妙招，也能帮助我们保护视力，延缓老花。不妨配合一起做好全方位的护眼措施。内养明目茶饮，中医有句俗话，常饮菊花茶，老来眼不花。菊花搭配枸杞是经典的养眼组合，每天泡一杯枸杞菊花茶来喝，有清肝明目、滋补肝肾的作用。枸杞能滋肾养肝，菊花能清肝明目，两者一起就是养眼。黄金拍档长期坚持，不仅有助于缓解眼干眼涩，还对全身健康有益。热敷眼睛，准备一条温热毛巾，闭眼将毛巾敷于眼部约5分钟，当毛巾凉了，可以重新浸热再敷。热敷能促进眼周血液循环，放松睫状肌，减轻眼部疲劳。很多老年朋友晚上睡前热敷眼睛，会觉得眼睛特别放松，有助于睡眠，而且这对预防干眼症、缓解眼部酸胀也有不错的效果。闭眼晒太阳，每天早上选择太阳不刺眼的时段，例如上午10点左右，在室外或窗边闭眼迎向阳光，站立10分钟，让温和的阳光透过眼睑照射眼球，这能刺激视网膜感受光线，促进视觉中枢的调节。中医认为太阳属阳，人体适当接受阳气，有利于气血运行。闭眼晒太阳，一方面避免紫外线伤害眼睛，另一方面阳光的热度又能温煦眼部经络，可谓一举两得。晒完阳光后再轻揉几下眼周穴位，眼睛会感到格外明亮舒适。健康用眼习惯，最实际也最重要的还是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。看书、看报或者手机、电视时，保持适当的距离和光线。一般阅读时，书本与眼睛相距约30到40公分为宜，萤幕亮度不要过刺眼，每观看20-30分钟就应该远眺休息片刻或者闭目养神，不要让眼睛长时间处于紧张对焦的状态，张弛有度才能保护调节肌的功能。平时可以多做眼保健操，比如转动眼球、按压传足穴和太阳穴等，这些习惯都有助于减轻眼部疲劳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中老年朋友配了老花眼镜后，也不要一直戴着不摘，能不用的时候尽量让眼睛自主对焦锻炼，否则长期依赖眼镜反而会让老花程度进一步加深。
综上所述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虽然老花眼几乎人人难免，但并非只能束手无策地任由视力衰退。透过中医的宝贵智慧，我们掌握了像不老穴、拍打这样简单有效的保养方法，再配合日常生活中科学的护眼习惯，就有望大大推迟老花眼找上门的时间，甚至改善已有的老花症状。也许第一次听到每天拍头1分钟，眼睛不花用到老这种说法时，您会半信半疑。但当我们把原理和方法搞清楚，就会发现其中自有道理可循。毕竟中医强调预防为先，循序渐进，只要肯花点时间坚持保养，身体一定会给你惊喜回报。对于已经戴上老花镜的朋友来说，现在开始重视眼睛保健也绝不算晚。而对于尚年轻的朋友，更应该提前行动，把衰老的脚步尽可能往后推一推。俗话说得好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让我们每天花一点点时间擦亮这扇窗。如此，到了暮年，依旧可以清晰地看世界、读书报、欣赏夕阳的余晖。从今天开始，就请您给自己的眼睛一份特别的关爱吧，坚持每天为自己拍一拍这神奇的不老穴，让双眼保持明亮，用到老也不昏花。相信我，现在开始行动，绝对不会太迟。祝愿大家都能拥有一双年轻有神的眼睛，迎接未来美好的每一天。